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小青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霞光披肩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之社”进入查看。披肩分为主体和包边两大部分，其中主体又分3个区域。先完成主体，然后沿着外围进行包边编织。首先编织主体一区，采用编织下针边起针的方法，起针后来回往返片织。图解是这样的格子形式，单数行在正面编织，图解从右往左观看；双数行在反面编织，图解从左往右观看，并且反面编织时要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。期间需要用到2种颜色的线材交替编织，同时织物一侧需要加针，形成倾斜的弧度。用到的针法比较多，图纸都会进行相应标注，我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实际编织过程中需要用到2种颜色的线，我将纯色线称为线1，断染线为线2。这里断染线编织时起始的颜色不同，编织出来的效果也会不同，大家可以根据喜好选择起始的颜色段。如果需要改变起始的颜色段，可以将线抽拉到对应颜色后，然后断线，使用对应颜色开始编织即可。为了方便观看，这里我使用2种棉线进行演示，颜色随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针的型号可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来起针，拿起线1，编织下针边起3针，完成后，此时起针就完成了。往下需要接线2，然后织第1行，这里将线2预留长线头，与线1的线头打结，接头移到线圈的底部，然后使用线2织1针下针，1针卷针加针，继续织2针下针，拉紧起针的线头。此时第1行完成，继续织第2行翻面，仍然使用线2编织，开始织1针滑针，后面图解是上针符号，反面要织相反针法，这里织下针，对应编织。第2行完成，
往下织第3行，需要换线衣编织，先翻面，然后将线衣的线从前方拉上来，然后织一针下针，一针卷针加针，3针下针，完成第3行，继续织第4行。先织一针滑针，然后一一对应织下针，织完最后一针，第4行完成。接下来织第5行，需要换线2编织，同样将线从前方拉上来，这里稍拉紧线。往后织法与之前都一样，每次都是先织一针下针，然后织一针卷针加针，剩余一一对应织下针，第5行完成。第6行同样，先织一针滑针，剩余一一对应织下针，完成第6行。往后按照前面的编织方法继续编织，每2行换1次线，换线时都是从前方将线拉上来，这里线会形成这样交叉的纹理。换线后织第1针前要稍拉紧线头，往下一直织完第23行。编织过程中注意及时整理一下线。完成后往下织第24行，先织一针滑针，然后织6针下针，后面图解是上针2行的滑针符号，对应编织下针2行的滑针。这里针法会占据3行，第1行需要编织上针或者下针，后面2行编织滑针。此时是对应针法的第1行，这里对应编织下针，后面继续一一对应织3针下针。往下又到了
上针两行的划针符号，同样的方法，织一针下针，剩余继续一一对应织下针。织完最后一针，第24行完成。往下织第25行，先织一针下针，一针卷针加针，两针下针，往后到了上针两行的划针符号位置，这里是对应针法的第2行，编织划针。完成后，往下是2次卷针的回旋针，往后简称回旋针，穿入左半针的线圈，然后绕2次线，1、2，挑出，完成回旋针，相邻继续织2个回旋针。完成后，往下是上针两行的划针符号，同样这里是对应针法的第2行，编织划针，往后一一对应织下针，织完最后一针，第25行完成。接着织第26行，先织一针划针，然后一一对应织6针下针，后面是上针两行的划针符号，这里是对应针法的第3行，编织划针。往下图解是上针左上3针并1针的加3针，相反针法编织下针左上3针并1针的加3针。先将回旋针的线圈依次挑开，形成这样的大线圈。再将线圈移到左半针上，然后编织左上3针并1针，右半针同时穿过左半针的3个线圈，织一针下针。这里暂时不放开线圈，此时半针上只有1个线圈，还需要加出2针，挂1针，然后穿入同一个位置，再织一针下针。这样就完成了左上3针并1针的加3针。后面是上针两行的划针符号，同样这里是针法的第3行，编织划针，剩余一一对应织下针。
此时第26行完成。这里我将3行里2个上针划针符号的位置及之间看作一组花样。往后花样位置我就直接按照编织方法进行讲解了。接下来织第27行，换色，然后对应编织即可。遇到花样位置也是织下针，正常编织。完成后翻面，继续编织第28行即可。遇到上针2行的划针符号，同样这里是对应针法的第1行，编织下针，后面继续编织。又遇到了上针2行的划针符号，第1行对应编织，继续往下织。完成后，第28行就织好了。往下换线，编织第29行。先参考图纸织到花样的位置前，到了对应位置，往下上针2行的划针处是针法的第2行，编织划针，然后织3个回旋针，后面上针2行的划针符号也是织划针，剩余1对应织下针。织完最后一针，第29行完成，继续织第30行。先参考图纸织到花样的位置前，
到了对应位置，往下织一针划针，然后编织左上3针并1针的加3针。先将回旋针的线圈挑开，移到左半针上，然后编织左上3针并1针，线圈暂不放下，接着加出2针，放开线圈。此时完成左上3针并1针的加3针，后面织1针划针，剩余对应编织下针。此时又完成了一次花样的编织。往后剩余行花样位置按照前3行的花样织法进行编织。往后编织过程中，花样的数量会有增加，无论增加多少花样，花样的织法都一样，并且也都是每2行进行一次换色。单数行除了倒数第2行不需要加针，其余都是在第2针时编织卷针加针来加出1针。双数行第1针都是编织划针，这一侧形成这样的大辫子纹理。同时，花样之间及最左侧花样位置到边缘位置都是间隔7针。大家织的过程中注意边织边核对一下针数。编织过程中遇到线不够时，需要进行接线。接线方法与第1行相同，将需要接的线预留长线头，与之前的线打结，线头移到线圈底部即可。这里线2接线时，要注意选取与结尾线头相近或者相同的颜色开始接。往下大家参考图纸，将剩余行织完。此时1区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编织2区，沿着1区上方来回往返编织，期间部分行需要减针，部分行需要加针，同时部分位置需要进行引反编织，形成这样的纹理。用到一个新针法，上针右上2针并1针，请看我演示。这里我用这个小样做演示，先织第1行，这一行不需要加减针，换线后正常编织下针即可。我这里已经织好了，往下织第2行。先织1针划针，然后织5针下针。后面是上针右上2针并1针符号，这里需要编织下针右上2针并1针，对应编织。完成后，往下继续按照一定规律边织边减针，减针都是织下针的右上2针并1针。织完最后1针，第2行的方法就讲解完了。继续织第3行。
从这一行开始，需要在左侧进行留针的零纺编织。开始，不需要进行加针，一对应编织。往下织完对应针数，或者参考图纸织到还剩部分针数的位置。我想象这里已经织完了对应的针数，往下剩余部分暂不编织。此时第3行完成，往下织第4行。往后2区讲解时的行数是指图解右侧的行数。翻面，这里开头是织有节的划针，以上针的形式划到右半针上，然后向后拉紧线。可以看到线圈形成了这样的2根线。此时完成有节的划针，往下对应编织下针。织完最后一针，第4行完成，继续编织第5行。同样，织到左侧还剩部分针数的位置。完成后，第5行就织好了，后面织第6行。开始编织有节的划针，然后剩余对应编织下针。织完最后一针，第6行完成，往后按照前2行的方法继续编织。单数行结尾需要预留对应针数不织，具体大家参考图纸。双数行的开头需要编织有节的划针，往下一直织完第22行。完成后织第23行，我继续用小样做演示。先一一对应编织下针，一直织到左侧第2个有节的划针位置。织的过程中遇到第1个有节的划针，这里挑起这样的2根线，也就是穿入线圈下方的线里面，织一针下针，往下继续织下针。
到了第二个有节的划针位置，同样挑2根线，织一针下针。此时第23行的方法就讲解完了。后面第24行开头织有节的划针，剩余1对应织下针，完成后往下单数行都是织到左侧第2个有节的划针位置，双数行开头织有节的划针，一直织完第41行。编织过程中遇到有节的划针，都是挑挂在半针上的2个线圈，进行编织。这里第41行会织到边缘的位置，则往后从第42行开始，双数行第1针都要织正常的划针，然后往回不加不减对应编织。这一侧划针的方法与1区相同，单数行开始不需要加针，期间有部分位置不加不减编织，部分位置需要编织花样。最后几行需要引反编织，方法与之前的引反编织完全相同。倒数第2行时需要按照一定规律加针。最后一行的部分位置是3区的花样位置，对应针法都是编织下针，则3区第1行花样的位置里面上针2行的划针，就是从对应针法的第2行开始编织。往下大家参考图纸，将2区剩余部分织完。此时2区就讲解完了。下面编织3区，这里正好与1区对称，织物的右侧需要进行减针，期间逐渐减少花样数。只是这里的减针位置变成了在双数行的结尾，同样每2行换一次线。往下我演示一下3区的编织方法。这里我用这个小样做演示，前3行大家对照图纸正常编织，完成后第4行继续编织，直到结尾还剩3针的位置。我这里已经到了对应位置。往下编织右上2针并1针，还剩1针，对应织1针下针。第4行完成。后面单数行换线正常编织，双数行织到结尾还剩3针时减针，往下一直织到最后一行还剩3针的位置。完成了最后一行，这里还剩3针，往下使用线1进行浮针收针。
半针上还剩一个线圈，这一针保留，线2预留长线头剪断。这里线头暂不处理，此时3区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讲解包边，这里有2种包边方法，我称为包边1和包边2。先接着之前的线头编织包边1。这里我继续用这个小样做演示。开始先卷针加针，加出4针，然后1对应织4针下针，完成后第5个线圈，挑下不织，接着往下挑边缘，从相邻这个辫子的下方入针，挑出1针，然后将前一个线圈挑起，盖过挑出的1针。完成1次包边，往下继续，将线圈平移到另一端的半针上，然后1对应织4针下针，第1针稍拉紧一点，第5针挑下不织，接着在相邻辫子的下方挑出1针，再将前1针挑起盖过挑出的1针，又完成1次包边。我再演示1次，将线圈移到另一端半针上，继续织4针下针，挑下第5针，然后在织物相邻辫子下方挑出1针，前1针盖过后1针，往后都是按照这样的方法，每次挑针都是在织物辫子的下方。编织完成后，织物上方会留出辫子的纹理。继续往下编织，一直织到起针位置。往下到了对应位置，后面需要编织包边2，这里是织4针的包边，需要先剪掉1针，先编织左上2针并1针，剪掉1针，然后一一对应编织。
接着在起针位置入针，挑出一针，再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完成一次包边，继续平移线圈，然后编织2行，完成后往下继续调起针位置，挑相邻边缘的2根线，入针，挑出一针，然后将前一针挑起，盖过后一针，完成第2次包边，继续织2行，再挑下一个起针位置，挑边缘的2根线，挑出一针，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继续织2行，往下挑衣区的侧边，这里调每行边缘往里的第2个动眼处入针进行挑针，再将挑出的一针收掉，织2行，挑下一行边缘往里的第2个动眼入针，挑出一针，收掉。往后包边2都是织2行，然后在织物上挑出一针，并收掉挑出的一针。这里入针时都是挑每行边缘往里的第2个动眼处
具体位置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，只要织完后织物保持平整就可以。往下一直织到2区的位置前。到了对应位置，往下使用包边1的方法进行编织，也就是织5针的包边。这里先用卷针加针的方法加出1针，然后开始编织。在织物上挑针时，挑换线位置旁边的洞眼入针。继续按照同样的方法编织。往后2区都是用包边1的方法编织，3区需要换成包边2的方法编织。入针与1区这一侧相同，收针位置也用包边2的方法。编织过程中注意织物要保持平整，同时入针位置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。往下大家继续将剩余部分织完。完成后，最后将结尾线圈与起始位置进行缝合，并缝出辫子纹理。可以看到，开始位置第1行有4个辫子，往下挑线圈与这4个辫子位置缝合，将最后的线头预留长线头剪断，然后穿入缝针。将线从最右侧第1个线圈后方穿出，然后与第1个辫子入针缝合，最后再从正面穿入第1个线圈，放下线圈。继续从左侧线圈的后方穿出，挑第2个辫子处入针，再从正面穿入线圈，放开线圈。
按照同样的方法，继续缝合剩余2个线圈。最后可以调整一下缝合的辫子，将其拉扯平整。最后将线穿到背面，在背面打几个结。大家可以多缠几针，将线头藏在背面即可。这样包边部分就讲解完了。这里织物最后的线头与相邻位置打几个结，然后顺着纹理藏进去。同样，大家可以多缠几针。这样包边部分就讲解完了。到这里，整个披肩的制作就全部讲解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，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